知道要进入哈佛大学有3件他们的另类传统活动。哈佛的人呢，把它称作叫做丢人现眼每一当新生入学时呢，都会被学长调教一番确保那个传统是英万一代又可以传一代的其中哈佛大学生最热爱的一项，就是在哈佛铜像前面尿尿。当夜深人静的时阵呢，调皮捣蛋的哈佛学生出动的时候呢，每晚呢都有好几轮的撒尿活动那 John Harvard 贵为大学的创办人呢，大概万万也没想到英雄那边那者这也不是他留下来的这个传统但很特别啦哈佛1636年由殖民地议会通过表决设立而成。约翰哈佛呢，当时呢，殖民地议会通过表决设立呢，哈佛大学呢，约翰哈佛他不知道。那其实他是学校的第一名捐款人，再来铜像上的人也其实说真的，并不是约翰哈佛本人因为200年后的雕塑家根本不知道 John Harvard 长什么样子，所以他用了一名学生的样子做成雕塑那他3件事情呢，第一件代志呢，就是叫原始呐喊期末考前夕呢，呐喊不分男女老幼脱光光第3件事情呢，更是可怕就是说呢，常常呢用说话的方式调侃他人。这时候就守了下来，那学生就是从这个2个边进出，大部分不敢从这门走出去，可以走进来。那你知道吗？那哈佛大学以外的就叫做麻省理工学院麻省理工学院呢，也是另外一个在波士顿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把它叫做 MIT。MIT 当然也是Made in Taiwan 很多人知道的简写那这个地方呢，很多人把麻省理工学院呢当作梦想很多人知道这所学校是理工强校，甚至连文科都很强的一个专出怪人的学校。为什么？太厉害了啦就太厉害出一寡怪人教法到课里面不像课里面并行按那公环MIT 呢是很多人的梦想呢。也是全世界呢很多人想要进去的国际学生只能申请 RD， 不能申请 EA EA 是Early Action 这些名词先不谈背后的内容，主要就是呢，美国是这样子的你有绿卡跟公民呢，你在美国念书做很多的事情呢，就可以走不一样的路只可以走 EA 或 ED 的路Early Action 录取率是比较高的所以你说美国是个怎么样的城市，这很难说再怎么样，它还是以自己的公民为主那申请入门的文章呢，其实有一点繁复不管家庭经济的背景如何，都不会影响到你知道吗？你的录取机会这点在美国申请大学来说很重要不管你的作业什么样，只要你够优秀，当 Bigo 你根本不用担心钱，你可以申请奖学金。这点呢，在台湾是完全不一样的美国大学的钱呢，放在主要2个部分呢，一个呢叫做 FA 前者的重点是你的家庭能够支付多少，剩下不够的由学校出。公立学校跟政府呢合并在一起，基本上你只要是公民，拿2堂课以外都可以带到一点钱，跟拿到一点补助也就如私立学校一样什么意思呢私立学校又不一样了那有政府的以外呢，还有为数不少的私人捐助所以呢，一般私立学校都有算好要多少的国际学生所以教育你说要不要花钱呢？哇，这真的是但是在美国呢，你能够申请到奖学金呢，你就能够顺利的进入到麻省理工学院这种1等1的学校所有的公立学校呢都不用看私立学校错了，私立学校呢它就会向前看所有的公立学校都没垮MIT 还是没有让人感受到有任何金钱的压力吗？大部分的学校呢都政府呢，只要你够优秀，他会帮你出钱你符合他们的条件学校就会给那这些呢，在大学申请当中是很重要的一环但美国读册美国学校极好的学校可不只有 MIT做这间这也就是
想哪这侪人要冲去美国读册，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人很多人会到美国生小孩子，属地权嘛，在美国，你只要落地娃娃生下来之后呢，你就属于美国公民了。那你是美国公民呢，在美国念书，当然就享有美国很多的优势嘛，那如果你不是美国公民呢，当然你就要捧着钱呢去那边念书除非你是非常厉害的学生那学费呢，还有零零杂杂的其他的杂费呢，公立学校又有分州内跟州外，私立学校是一样的大家都是一样那个钱没有什么移民的费用你作为一个国际的学生在美国念书，跟公民念书呢，真的就是不一样那 MIT 当然呢，它也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呢，就最主要是闻名全世界，它的理科太不得了了那你要讲完美国的学校的教育制度呢，讲完了乐等讲一年讲一天都讲不完每一个学校各自有不一样的做法，这也就是很多持绿卡跟不持绿卡、没持绿卡，他来到美国念书截然不同的待遇咯，了解不这也就是为什么台湾的很多贵族私小它升起来的原因呢为什么呢？很简单为了将来打好底子，以后出国呢就很放心的可以在那边念书，可以在那边呢用流利的英文呢再来去沟通。但是学生的本质到底是乐于学习呢，还是在名校当中抢破头呢？我想这个就是很见仁见智的问题了。来到美国，我相信真侪人对美国的饮食文化呢，不外乎就是什么，汉堡啦、薯条啦、牛排啦。但我讲真的美国的汉堡、牛排跟薯条还真不是盖的你说它营不营养这个我们姑且不谈但还真好吃真的跟台湾吃起来不太一样你讲好吃不好吃用煎的不健康不健康的物件偶尔吃一道是不要紧的煎的物件啦，你讲不养生养生的天天吃也没意思所以呢，人多方尝试啦。全世界平均每天下厨时间上济的国家是哪一个呢？据美国的 NBC 电视台的报道美国人呢以平均每天花费不到半个小时烹饪夺到冠军你讲美国人分担也好，你讲美国人的生活高效率也罢，美国百姓对于饮食要求不高是实话。所以我们一般来讲我们会听到很多好吃的食物都是在欧洲或者是中亚地区，甚至中国、日本，比较少听到美国哪个地方很好吃。你要特别讲出美国特色donuts 有可能那我们台湾的 donuts 还是改良过的嘞，还不是正统的美式 donuts连咖啡也是你讲咖啡美式咖啡大杯美国人讲迄是在啉水无同咱莫讲汉堡、薯条、意大利面美国移民文化呢，还是给饮食文化带来不少新鲜的元素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现在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叫做昆西市场波士顿上盖有人气的所在。这里拥有近200年历史的市场，每天都挤满了游客。而昆西市场就位于波士顿的市中心，就紧邻着波士顿港湾。
昆西市场的兴起呢，在19世纪的波士顿港的繁荣哦。今麦昆西市场呢，一定无以前迄个时代古老贸易港的厚重历史了哦。今麦是波士顿旅游当中呢，嘛是观光客一定会来参观的其中一个环节。这个昆西市场内底呢，有各种的食的哦，内底嘛有餐厅啊，嘛有小吃。每一个人来到家呢，都会追捧的法国菜，非常高贵，有没有？领略世界第2大菜系土耳其菜的拜占庭风啊，风靡全美的亚洲菜啊。但昆西市场你可以看得到，它非常非常强烈的美式文化，什么多元文化、族群融合，就是当这个市内底，你会使看到过来国家的人移民来到美国，因为美国的移民是属于跟其他国家比起来，它还是有它的好处啦哈。那所以真侪国家的人移民来到家呢，就开创因的什么？因的菜色。这个菜色开创出来了呢，就变成当地地方特色哈。这只出角椒不是出角椒，荤椒是那种听了这个头壳顶啊。对波士顿的游客而言呢，波士顿当地的特色的小吃呢必不可少，其中新英格兰风味的海鲜浓汤、龙虾卷，可以说是昆西市场的特色哦。整个昆西市场我们可以看到旧市政厅啊，还有前面的一些旧式建筑呢。但我前面也有提过在美国历史比较低浅不太深所以我就介绍昆西市场在新英格兰风味，是因为以前呢，新英格兰这里以前就是新英格兰的殖民地美国，所以大家呢可以吃得到新英格兰风味的海鲜浓汤、龙虾卷。喝海鲜浓汤、吃龙虾卷并没有特别的讲究你来到家，现在扯着的微节的手里拿着食物，就吃起来的这就是美式风格，只管享受手中的美食。所以我们可以注意看我们很常看到什么美国人边拿个饮料喝，边走边吃的汉堡。你在美国这很常见，边走边吃。但是你在日本，你就看不到他们这么做。美式的风格跟日本的风格完全不同款。每一当热天要结束，秋天要来的时阵，龙虾上市了。但这个所在渔村内底有一种叫做暴殄天物的说法当地人拢讲昆西市场住在这附近的人当龙虾季节的时阵呢，上家可能会使吃龙虾呢。的确，龙虾那大量你上市的时阵但这个所在这龙虾呢，哇！这虾都变真俗真俗啦，无像咱这沙虾俗啦这个较咸龙虾但这个所在呢，被视为海中珍宝的海鲜，失去了高高在上，当伊哩大出，就跟咱的水果小港大出的时阵，介绍就落落来。I'm leaving tonight. I'm running away. The road outside is where I would like to go. 但美国人来讲，美国人不是讲做爱食海产的无啥小讲但人家食这个什么蚵伊是放一寡柠檬汁起来就食落当然呢有汤过啦汤过了放一寡柠檬汁就食过所以这个昆西市场呢，在美国单调的菜色里面呢，昆西市场呢就占有蛮大的特色包括这个所在意大利的三明治、澳洲足接看到的大家呢，美国人是加一加冻袂掉因为美国的食物的变化无介济，美国有其他的食物呢，拢是对外国来引进入来来在移民，然后呢，就大家开创出来所以美国本土家己的物件呢较少你也在看到，就是太妃糖苹果这是美国万圣节最具代表性的食物，但是超甜太妃糖苹果呢是什么呢？很简单的，就是捧个丁管淋这个什么巧克力酱巧克力酱点起了那个啃一瓜糖色地足水的拢甜的啦
后，我们就要到了自由女神像 Big Apple 自由女神像啊。其实你有时候到了现场会觉得啊，这个现场看会兴奋但是呢，好像没有像电视上所看到的这么的震撼我告诉你美国所有的点都是这样美国你说它不好玩不？它带有一种美式风格你要亲自来玩一遍，你才有感觉美国的生活呢，你讲伊是欧美国家，但是美国生起来感受无啥相同，那个感觉呢，我真还说不上来你一定要亲自来体验看看你才能知道什么叫做美国 style。美国在旅游上面是比较轻松的再加上呢，美国在很多的方面呢，没有像欧洲收费的来的那么的贵包含它的便利性也比较高当然国家不同那现在我们就来到了曼哈顿的金融区，准备登自由女神岛，准备登岛了这准那一块那我们来看看自由女神像吧，非看不可的举世闻名的自由女神像呢，在法国1876年赠送给美国独立100周年的纪念物今嘛是美国上大城市纽约港入口处的自由岛上高耸入云美国东海岸门户的象征这个自由女神像总重量呢225吨用了铜，用了钢骨支架呢，包括它花岗石的这个柱脚呢，将雕像呢。整个拉高到非常高的情况这个雕像呢就高了46米，全部的高度呢加上基座总共是93米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巨像但尽管呢它带着这个光芒四射的这个冠冕身着罗马式的宽松长袍右手举着象征自由的12米长的火炬左手呢握着一部象征美国独立宣言的书版伊的手顶管杀的是美国独立宣言的册版刻着宣言发表的日期1776年7月4号脚上残留的被挣脱的锁链，象征的呢暴政已经被推翻这就是自由女神岛上面的自由女神我们现在呢当然经过了还没有看到自由女神经过了爱丽丝岛经过了等一下会看到自由女神。那当然，在看风景的过程当中，听听小红介绍那这个当中呢，为什么他手上呢，拿着这一个火炬呢？这个火炬呢，象征的是什么？象征的火炬呢，在夜光当中呢，它会发出黄色的光，给予呢人们照亮的大地所以在这一个女神的冠冕的窗口当中，又射出了一些灯光，好像女神的头上又有什么一些金黄色光芒的珍珠一般一样的情况所以呢创作这一世界级的女神像呢，是法国为了纪念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呢，美法联盟送给美国的礼物创作这个世界级艺术作品的是美国的法国的美术学会会员以这个著名的雕刻家呢，奥古斯特巴托蒂它里面这个女神像的这个铁架呢，是由巴黎铁塔的工程师呢埃菲尔所设计的那巴菲多设计了一座2.1米高的模型，再按照46米高的雕塑呢放大来进行制作。这个很特别那包括自由女神像那个拿的火把一边这个框各会使卡到10个人。据说这个雕像的模特是从哪边的模型来的？是雕塑家银布啦。雕像的面目就是雕塑家母亲的脸型也就是这一个设计家奥古斯特巴托蒂银布。当时这个女神像呢
用了30万根的铆钉哦，100多吨重的零件呢，钉在骨架上面，再把女神呢用吊按那高高的拉上去哦。1886年，当时的美国总统呢克利夫兰主持的自由女神像的落成典礼哦，自由女神像的内底分做22站哦，电梯看它开到第10站哦，个背上12站的螺旋旋梯才能到达女神像最顶端的皇冠处哈。居高而下看到的是纽约港，坐船所看到的呢是自由女神像的全景。选择来到美国纽约呢，是上岛来玩，上自由女神岛来玩，看自由女神。有的人呢选择呢钻进去里面，有的人选择呢坐船来旅游哈，各式各样的方式呢都有。自由岛是因为自由女神雕像而闻名的，所以这个叫自由女神像，这里的叫做自由女神岛。孤悬在曼哈顿的外海，你必须在炮台公园内的克林顿城堡对遐买渡轮的准票，甲来到码头前排队渡轮出发，先到自由岛，再到爱丽丝岛哦。咱都有看到爱丽丝岛有无哦？但是咱这无共哦，咱不是渡轮，咱这是游轮游安尼环绕着然后佮驶到炮台公园去这就是规个游览的时间这个游览的时间呢，会使互你感受到奇怪的这欧美国家足怪怪对，他们野生环境保护的真好你到哪边都可以看到野生的动物啦、自然的鸟类啦、栖息啦，干净的街道啦，还有呢，永远不会有坑坑巴巴的道路来到美国呢，你真的你会感受到美国的风格呢完全不一样。游走在欧洲、游走在美国的旅客们一定更有强烈的感受。美国跟欧洲有什么款的不同两个感受拢袂歹拢会使来这感受一下咱这岛来的时阵呢，险袂使来像这1-2次来常常遇到说什么怕什么我恐攻啦自由女神像不开放啦有时候都会担心好不容易来到这边结果上不去那有时候呢，自己想一想呢，这世界上的战乱战争恐怖活动从来也没停止过今天不是那个炸，明天就是那个断就没停嘛台湾附近还有一个邻近的那个北韩，有无挡不挡的可能下2粒的这个炮弹影响一下国际的经济市场有人的社会就是很复杂所以我们呢还不如选择呢让自己可以快乐逍遥的方式来去游览全世界咯。
离开了岛上，我们继续游船呢，前往曼哈顿区域，全世界的金融中心啊。对于这个自由女神岛开始要开这阵登记的时阵呢，你得在感受一下看着头前的曼哈顿，有无？好。那纽约我们就把它称为大苹果现在也叫做 Big Apple 当然有好几种说法，包括纽约州在当时虽然产苹果，但产量很少，远不及加州苹果，所以有一年加州苹果欠收，外销告急。纽约的苹果小兵立大功，救了加州外销苹果的窘境纽约人从此引以为傲，把纽约叫做 Big Apple。当然也有说呢，经济衰退的时候，许多银行家失业潦倒，必须拿着一袋一袋的苹果呢，到纽约的街头顶馆去卖，包括一寡呢名门要主呢，都被迫呢卖捧个所以呢，纽约州常见到 Apple 树就是这样子来的。那当时的政府大力推行这个名词，代表了纽约那也有说呢，在19世纪的时候呢，爵士乐纽约的爵士乐大行其道，爵士乐手大唱着成功树上苹果何其多，但如果你挑中纽约市，就挑到了最大的苹果当时的他这个英文的翻译过来是这样子。那当时这个爵士俱乐部呢，他的歌非常受欢迎，他也就叫做 The Big Apple 所以呢，也把它称为大苹果。那也有一群呢说法呢说呢描述呢成功树上的苹果呢，是他们演出去赚来的钱呢，就像去摘苹果一样真的我觉得有非常多的名称在美国有水泥城橡胶之都啦，南方钢都啦，宇宙中心啦，野牛城啦，哇，多峰城汽车城底特律啦还有巧克力城啦，还有这个世界影都啦美国呢，每一个城市呢，他们都会给它一个特产的东西还有美国自由的诞生地莱克星顿来我们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还是要来看看举世闻名的华尔街，全世界的金融中心，这边主掌了全球的经济。哇，总是是一个高楼大厦，看起来就是不一样。还有最能够代表华尔街的公牛听说呢，摸公牛的那里，哎呀，股票会赚钱要懵看嘛有人招来懵无每一到团体来呢，很多人都会开始把这只牛呢全身上下摸个透彻